好，来关心到俄乌战事哦，现在泽伦斯基撑不住了，突然间在此刻向美国提交了乌军的终战方案，原因是什么呢？等一下来看。那乌军另一方面在持续的进攻俄罗斯，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美国副总统范斯下令说不要再针对于黑海的地方再继续做攻击的原因是什么？等一下也来看。另一头，我们来看到俄军现在准备在动员是俄版的星链卫星要接管战场的神经吗？今天我们会做一个深度的剖析。俄乌战争现在关心到打了第5年，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讯号，就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为什么泽伦斯基基辅现在突然间说要把新的终战方案给交给美国了呢？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开始谈终战？表面上我们看到乌军现在的动作，包括他扩大他的打击，透过的就是无人机跟反舰飞弹，突袭俄罗斯在黑海的重镇，这个地方是新罗西斯克的港口，还有防空设施、粮食码头。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乌克兰更想要透过打击当地的港口、炼油厂跟油轮，直接掐住俄罗斯的能源。但是在此刻，美国突然间踩下了刹车。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哦，在月底的时候，副总统范斯突然间要求乌克兰停止攻击黑海上面只要是不是非俄籍的这些船舶，还有里海的管线联盟设施。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如果担心乌克兰持续打这边的油轮的话，会进一步干扰到国际的油市。最直接影响到的就是美国企业的利益了，包括了雪佛龙跟埃克森美孚，他们这一些企业怕是被打到吗？是被波及到吗？所以我们也来看到，这也暴露了乌克兰现在的困境，也就是说，他们确实没错，很想要继续打俄罗斯，但是呢，也很难违背美国的意思，因为美国长期提供给他们武器跟情报、军事支援等等。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泽伦斯基的麻烦，除了来自于美国叫他不准再打之外，我们来看到现在他的拦截弹也出现了很明显的不足的问题哦。泽伦斯基他这边特别表示说呢，来看到这个2026年盟友交付给他的防空拦截弹只有去年同期的1/3而已，而现在前线也出现了问题，包括传出前线的部队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轮调了，包括了饮食啊、粮食啊跟补给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泽伦斯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要把终战的方案提交给美国？他现在面临的压力有哪一些呢？那赖老师又怎么看？目前的战局很混沌由于双方都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不公布对对方不利的一个不公布对自己不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到底战局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越看越模糊。例如说，普丁在昨天他宣布，他说我们现在战局正处在一个最决胜的关键点，也就是我们对于乌克兰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战略小镇已经实施包围战了。如果这个小镇被我们吃下来的话，在整个顿巴斯地区，就包括卢甘斯克跟顿涅茨克，整个顿巴斯地区，那对于俄罗斯来讲，将会整个全面的反攻。那乌军可能会整个全面的溃散。所以俄军很有可能就会突破乌军原来在红军城所打造的那个防卫线，然后就往这个第聂伯河，就是我们讲的聂伯城的方向来攻击。如果真的像普丁所说的那样，这整个战略的战争的决战点就在这段时间了。因为俄军只要一突破贯穿了，然后一直往聂伯城打的话，那个地方几乎乌军就只能够做这种人肉的一种防线，因为它没有一种强化的这个防御系统，所以只能够一直不断的临时挖战壕，然后在这个地方做抵御。那目前也传出说，朝鲜很有可能会提供5万到10万的，现在已经不再是以1000人、以1万人来计算，说要提供5万到10万人。如果在这段时间内，朝鲜已经不只是出动导弹部队给俄国来使用，包括陆军的坦克的、火炮的这个部队跟俄军产生联合作战的话，那相当有可能乌克兰的东部的战略的这个战争态势，很有可能就在入冬之前就是秋天的时候形成了一个大决战。这个是很坦白说，战局很有可能逆转的。这是以普丁他所放出来的讯息，好像所有的讯息都对俄军是绝对有利。
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俄国的炼油厂被炸，对，它的石油设施被炸，它在里海里面，伊朗的船被炸。现在这个乌克兰跟伊朗在寻求和解而且伊朗要求要赔偿如果乌克兰愿意赔偿的话，那很有可能还会缓和伊朗这边的局势，不然的话，伊朗相当有可能在供应俄国他所需要的这些无人机去打这个乌克兰，相当有可能会供应量更大一点。那这个也都不利于乌克兰的一个战局，所以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乌克兰要搞出这样的一个这个名堂来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范斯要插手进来了。就是你已经打到乱打了。那你乱打的目的就是希望把战火扩大，然后把美国拉下水，因为你认为美国现在跟伊朗在交战，所以他只要打伊朗，美国就会感激他。你这是什么逻辑吗？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这个逻辑是不通的。但是很有可能泽连斯基现在已经打乱了。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目前的一种混沌的一种态势。可是对于泽连斯基来讲，他又对外宣称说，他现在已经收回了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到底那个土地在哪里那么是属于战略要地还是非战略要地，目前也说得不清不楚。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战火前线的情况呈现出这个很混沌的，因为欧美的媒体不肯把乌克兰的具体的一个情况跟他的民众做真正的分享，也就是说，欧美的媒体没有善尽他的职责，那也就是他们都被国家安全的这个大帽子压在头上了。但是问题是，乌克兰不是美国，不是欧洲它是外国可是现在是这些西方的媒体对乌克兰不肯如实的报道，那乌克兰也不肯把他真正的情况跟大家说，俄国也不肯把他自己被挨打的情况跟大家说。那你想，整个战局都呈现混乱的情形下，大家在观察的就是，如果前线乌克兰一旦崩溃，俄国还真的往涅伯城打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乌克兰的中战计划有意义吗？因为对俄国来说，我如果能够打下涅伯城，我就开始往北看基辅了。对，那这个时候我要的可能是整个乌东地区的大片土地了，而不再只是我现有的这个5个州。那请问一下泽连斯基，你是不是会提出中战计划？是不是你知道你在战略的决策点对你乌克兰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了？可是当你处于不利的地位，你要谈和的时候，那哪那么简单那他提中战计划的意思，等于是希望川普出来斡旋。可是问题是，川普的信用值几毛钱，普丁会认吗？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的俄乌的战争情况看起来是有严峻的，而这个严峻的这一方恐怕是不利于乌克兰，而不是不利于俄罗斯了。好，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边这个俄罗斯到底现在的状况又是如何？是不是如乌克兰这边所说的，俄罗斯正在加快？因为现在外媒的报道确实现在看到的比较少，但是乌克兰自己这边有放话说，俄罗斯正在扩大它的打击的力道。真的是这样子吗？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乌克兰递出中战方案的时候，现在又传出了普丁呢，是泽伦斯基自己说的，他说呢，普丁可能会在9月国会选举之后，甚至明年再动员数十万人。那如果普丁真的扩兵的话，就代表说他会填补前线的巨大人力耗损，并且往扎波罗热顿内茨克的方向继续的前进，并且保护好目前被攻击的包括当地的炼油设施机场跟港口等等。另一方面，除了这个俄罗斯可能自己扩兵之外，刚刚赖老师也特别提到了，有可能来自于北韩的支援。那现在人数确实还不确定到底多少人，3万、5万、10万，现在都有各种的说法。那另外也传出呢，部分的飞弹的产量呢，在这个北韩的合作之下，已经超过了原本他们的年度计划。泽伦斯基最新还透露了一件事情，他说北韩的一个导弹发射旅携带了120枚的 KN 系列导弹，现在目前是已经进驻在俄乌的边境了，并且对乌克兰的边境开始发动了攻击，而且他认为他们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他这么说的，他说俄军呢，他花了2周夺不下的目标，这一次300名的北韩军5个小时之内就把当地给清场了。到底怎么回事？哪一个消息比较有可能是俄军真的在扩兵，还是乌克兰自己在说呢？那杨老师怎么看？北韩兵这么厉害，这个我们也是很期待看看他实战的这个情况是如何
但是这个话毕竟是乌克兰是泽伦斯基这边讲的。我觉得，因为这是一个预测，就未来几个月之后，特别在就是9月之后，俄罗斯有可能做到，就是增加兵力数十万。那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我们先就这么样一个推论哈。那什么原因会增加兵力呢？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补充前线，尤其现在整个乌东地区，其实它补充前线。那补充前线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第二个，要开辟新战场，或者是做扩大的攻击。刚才赖老师提到的聂伯城，或者是哈尔科夫。那如果真的打哈尔科夫的话呢，那其实这个兵力的增加可能10万还不够。聂伯城这是一个新的就是攻击的一个地点。第三个呢，当然，普丁提过哈，他希望在乌东范围之内做一个安全这个缓冲区。那这个缓冲区的建构呢，需要更多的兵力。这个兵力就不一定是战场上第一线的这个兵力，所以这都有可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普丁的增加的兵力，在这几个因素之下，看起来我觉得他是会这么做。那会多少来自于北韩的援助，这我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呢，有多大的战力，也要看实际上战场的表现。有没有可能是泽伦斯基自己等于是放话的？对，目前我觉得是他放话。俄罗斯就算真的有征兵的这个计划，他也不会到处嚷嚷，他也不会真的就是说去对外公布。那当然，你的情报那么厉害，能掌握吗？我也怀疑。但是如果是泽伦斯基自己的假设推论的话，原因为什么？那当然就是要逼欧美各国提供更多的援助、弹药、装备，否则根本就这个仗很难打得下去。那同时呢，我觉得也是泽伦斯基为他自己本身的地位，以及可能下一波乌克兰自己动员本土的兵力、增加兵力，也在做因应的准备，所以都有可能。那到底乌克兰这个有没有可能守得住？我觉得其实当然，现在就是为什么他这么放话，他就是看得出来，他的兵力、他的武器、他的防空能力现在都受到影响。然后无人机的这个战力有，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决定性的战场上的改变。他没有像伊朗那样子的地理的位置，而且不对称的优势。那同时呢，你看到就是欧美这边提供的援助能不能真的持续不断？那我觉得，如果说川普能够结束伊朗的战争，川普能够赢得年底的大选，启动选举，也许他还会稍微思考一下，伊朗的战争现在看起来就是非核非战，和平的和，持续的拖下去的消耗战，那然后呢，我觉得年底的其中选举，美国共和党可能在众议院上面会受到挑战。在这样情况下去，他对俄乌战争的支持，对乌克兰的支持，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川普，我觉得可能会再一次的被打折扣。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说，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有没有可能那双方现在都在加强攻势的话，秋季会有另外一个决战？因为现在也看到说，俄罗斯确实又有一个新的打法了，不只是打现在看到的飞弹、无人机啊、地面战等等，现在已经打到了太空的部分了。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攻势是俄罗斯正在加强部署的这一款叫做曙光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被外界称之为叫做2版的星链，它能够串联包括无人机、飞弹、地面部队指挥中心也就是说，包括了未来如果美国跟乌克兰对他们进行封锁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完全的断网。目前是说有16颗这样子的卫星，那他们的目标也已经计划开出来了。2027年要有292颗，2035年达到900多颗。虽然说它的整体的能力还不比星链这么的强，主要是还是提供这种间歇性的通信，还没有办法到全天候全球的覆盖。但是呢，可以看到它现在目前已经能够打一场全新的战争。那战力到底如何，能够对抗美欧或者是乌克兰的攻势吗？那舰长又怎么看？首先大家知道，如果说这个桌子是一个地球那他们现在所有的星链都是低轨的。我就讲了，我这个轨飞贴这么近，它涵盖范围是有限的。如果拉得很高，这个高轨的那个太空，那我就涵盖范围就很大。所以越低轨需要的数量就越多。那美国的星链大概1万颗。然后美国的太空发射的技术，就你发射上去，你要把它摆到轨道去，
又比俄罗斯要这个进步。他为了做他的星链，大概5年，从开始马斯克开始做到5年后才有第一次商业的收益。所以说，俄罗斯现在去做，这当然他要去做，但是他对这场战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丢这个东西他就能怎么样？那干脆他跟中国大陆合作好，叫中国大陆提供他一些这个战资料。但是任何一个大国一定要去做星链。我想美国已经在做，中国也在做，俄罗斯你可以看到他起手在做。我觉得未来像欧盟也会做。为什么？它有太多的用途了。第一个就是它的军事用途，它军事用途就是整个我指挥得到，我看得到。你把整个这个地球不管哪里，那你当然这个打仗第一个要看到，你看不到你还打什么仗？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它的商业利益，商业利益非常之大。我这样子讲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3G 的这个手机哦，它的基地台啊，在这服务的基地台大概可以服务几百个使用者，就是我同时之间有几百个人可以透过我传给另外几百个人。如果4G 的话，几千人，就加了10倍。5G 几万人，我们台湾现在是4G 嘛，所以如果你只有这个时候，又因为地面的这个东西是有一个很多的限制啊，所以你去看，如果说我中华电信想要让我全台湾这个地区能够通的话，它的基地台通常是1万到2万哦，用这么多。如果你今天拉到天空，我又是6G， 你说那一个可以10几万，我可能整个台湾我这样子讲，我20颗低轨卫星我就把它全部这个构连了。那加上它是整个地球的。我记得好久以前我听马斯克讲说，他们将来有一天要卖他们星链手机，抓起来星链手机要买的时候很贵，以后他都让你去，整个地球没有一个地方不通，你在喜马拉雅山爬了一半我也可以打给你，一样照着这个像，哎，看没有，我现在在这里，你现在很多地方是不能通的，是它整个东西这样弄起来，你就知道有一天星链会变成一个手机，而这个手机会击败所有的手机，所以你看马斯克现在有一天如果他推出一个星链手机，哇，那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市场，所以它的利益太大，所有的大国都要抢这些利益，目前你都看得到他们在这样做。好，谢谢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